澳大利亚是因为承诺武力介入台海，才换取美国核潜艇的吗？澳防长坚决否认，但骗不了中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地球人都知道，为了抗衡中国军队在印太地区不断增长的海军实力，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近期宣布了一项未来30年斥资2500多亿美元打造核潜艇的计划。澳大利亚花那么多的钱造这些核潜艇，到底干什么用呢？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长自认为是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但是他的言论无法说服中国。澳国防部长马尔斯在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被问及先期租借3艘核潜艇，后期再继续建造几艘核潜艇，意味着澳方承诺在未来潜在的台海冲突中支持美国对抗中国的时候，他连续2次严正驳斥称当然没有，同时也表示没有人来寻求澳洲的承诺。马尔斯强调，一旦这些核潜艇到手，澳大利亚就拥有完全的潜艇主权和控制权，而不是由美军控制。他说，我要明确表示，当2030年初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挂上澳大利亚军旗的那一刻，这些核潜艇就会完全在澳大利亚政府的控制之下。你也可以理解为，美国甚至都没有让澳大利亚做出任何协助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承诺，澳大利亚也不会把核潜艇交给美国来掌控。既然澳大利亚的攻击型核潜艇不是用来对付中国军队的，那么它到底要干什么用呢？第一，澳大利亚的核潜艇用来保护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贸易吗？这可能是最奇葩的一个解释了。马尔斯还声称，奥库斯协议将使澳大利亚有能力保护印太地区用于贸易的关键海上通道。可问题是，澳大利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就是中国，那么用攻击型核潜艇去攻击解放军，是为了保护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吗？这个道理你怎么说都说不通。更夸张的是，马尔斯还表示，希望与中国保持最好的关系，我们正在很努力地稳定这种关系，我们重视与中国富有成效的关系。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长法雷尔表示，改善澳中贸易关系的讨论不会受到奥库斯协议的影响。这种说法就更有意思了，一边要装备攻击型核潜艇威慑中国，一边要和中国一起做生意发财，还不希望中澳合作受到影响。这个逻辑同样也就是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能够想出来。第二，澳大利亚的核潜艇真能够独立操控，不受美军的指挥吗？这同样令人怀疑。攻击型核潜艇在远洋执行任务，需要有整套的指挥控制系统，包括通讯卫星和长波通讯站等等。澳大利亚的核潜艇不大可能会离开美国的体系支撑，独立地完成远海作战任务。如果一定要在美军的指挥下行动，除了对付中国，还有什么情况需要攻击型核潜艇去执行任务呢？第三，攻击型核潜艇不用来攻击中国，它还找得到对手吗？澳大利亚无法解释清楚的一点是，攻击型核潜艇不属于防御性武器，而是进攻性的作战力量，而且这种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乎就是5个核大国所独有的。印度虽然有核潜艇，但是也是从俄罗斯租借的，自己研发的核潜艇能力还差得很远。所以位于印太地区的澳大利亚装备核潜艇，除了用来对付中国，几乎找不到可能的对手。第四，澳大利亚只是为了强化奥库斯联盟，给英美送钱才买核潜艇，也说不通。奥库斯联盟这个组织本身就很奇怪，现在看就是为了向澳大利亚转移核潜艇技术而存在的。而这3个国家所达成的协议，只有澳大利亚是掏钱的一方。如果不是为了对付中国，澳大利亚为什么要花如此高昂的军费给美国和英国呢？总体而言，澳大利亚或许永远不会承认购买攻击型核潜艇是用来对付中国的，因为这个理由会破坏刚刚缓和的中澳关系。但是如果不用来对付中国，澳大利亚就根本不需要花大价钱去买核潜艇，
这个问题马尔斯根本就解释不清楚，也很难自圆其说。从政治和经济层面的角度看，澳大利亚根本就没必要花高价去购买核潜艇。那么从军事层面的角度讲，澳大利亚拥有几艘攻击型核潜艇就能对中国构成威胁吗？就敢参与台海冲突吗？显然，在强大的中国人解放军的反潜力量的面前，这几艘核潜艇根本就不够看的。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